下午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邮轮必带清单。如果你是第一次坐邮轮，这支影片一定要看完，因为邮轮旅行和住酒店、坐飞机自由行真的不太一样。今天我会分享坐邮轮必带的8件行李和3件绝对不能带的避雷提醒，尤其是电源类用品，很多新手真的会踩坑。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不同邮轮公司、不同航线的规定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尤其是电源用品、酒类、药品、食品这些。出发前一定要看一下你预定的邮轮公司官方的禁带清单。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很多第一次坐邮轮的人会以为我一上船，大行李就会在房间门口等我。实际情况是，你把行李交给码头工作人员之后，行李通常会晚一点送到房间，有时候要等几个小时。我最晚可能等到下午快4点，行李才送到门口。这次是我最快拿到行李的了，大概快12点登船，1点多就拿到了，真的算是很迅速了。所以你的随身包要放好在邮轮上头几个小时要用的东西和怕遗失的药品、贵重物品。当然，最重要的是相关文件。坐邮轮最怕的不是忘带衣服，而是忘带证件。你的护照、身份证件、签证有的话，登船文件、行李标签、旅行保险、信用卡、少量现金，这些一定都要检查好，随身携带。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邮轮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海上度假村，但它会停靠不同国家和港口。美国政府也建议，哪怕邮轮公司说某些航线不一定需要护照，旅客仍然应该带护照，以防医疗撤离、临时改岗、需要从海外飞回等突发情况。比如说，我看到过好几次加勒比海航线遇到飓风要更改行程之类的。同时也建议准备护照、签证和行程的复印件，并且要和原件分开来放。证件是最重要的，那还有一个是 optional 的，就是很多人会趁第一天相对人少，所以在随身包带上泳衣、防晒，就可以直接去泳池玩了。因为这时候有些乘客可能还没登船，有些乘客没有提前准备，还拿不到行李里面的泳衣，所以打个时间差，先享用泳池也不错。如果你想一上来就去玩水的话，记得把泳衣放在自己随身的行李里面，因为大箱子要等久一点才能拿到。我自己的话会更喜欢第一天登上邮轮之后先吃个饭，然后到处逛一逛，熟悉这个邮轮的娱乐设施啊、配置之类的。所以随身包最好是轻便一点，也不用推箱子，这样子逛起来会更方便。邮轮不是每天只躺着，你在船上会走很多路，从房间到餐厅，从剧院到甲板，从船头走到船尾。岸上有可能要走阶梯、石板路、沙滩路，所以一双舒适的走路鞋非常重要。我第一天在邮轮上就走了2万多步。皇家加勒比的打包建议也提到，甲板活动建议穿低跟鞋，岸上则需要舒适的步行鞋。去泳池的话，带双拖鞋，当然搭配正装，还需要正式一点的鞋，比如说皮鞋、高跟鞋之类的。然后是服装，很多邮轮公司会有晚宴、白色派对、红色派对、复古夜、热带主题夜、特定节日夜等活动。在家里整理衣服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到邮轮 App 上看看你这次的航程每天是什么 dress code。你不一定每天都要很讲究，但至少准备一套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比如说连衣裙、衬衫、西装外套、长裤。其实每天的 dress code 不会很严格，但特定场合可能会更讲究一点。比如说不能只穿比基尼到自助餐厅用餐，那你套一件外套当做 casual 一般就可以了。主餐厅会更偏向 smart casual， 所以稍微 dress up 一点点会更好。不同邮轮公司对这个的讲究程度也有一点差别。他们这个杆子好像是有防滑的，不太好移动，没有那么容易滑动。看我的衣柜整理好了，空间还是非常多的，因为是去加勒比嘛，所以阳光沙滩可能有一些裙子的5颜6色的，这个是比较 formal 的，就是正装。
其实比较正式的裙子还是有几条的，因为他们 dress code 有时候会希望大家穿的比较正式一点，这个也比较正式。然后运动的衣服，薄薄的外套，还有穿泳衣的时候可以穿在外面的。当然，泳衣也是一定要带的啦，并且多带几套，干的比较快。看一下我的行李里面，除了衣服还有什么？帽子、包包、草包，因为毕竟我是去加勒比嘛，所以还是要带的。防晒的，还有很大的草帽，放在里面。防晒，还有助晒 ，tanning oil。然后，因为这些防晒有的只剩一丢丢了，所以把它先用完，就把新的旧的都带上了。很多人一想到游轮就想到蓝天大海、甲板拍照、泳池晒太阳。但你在海上真的会比平时更容易晒伤，因为甲板无遮挡，海面反光也强，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准备防晒霜、太阳镜、帽子、防晒衣或者轻薄长袖。轻薄长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处是，船上有些地方冷气开的超级足，还有像去看冰演，超级精彩，但也超级冷，所以去冰上剧场要记得带外套。那如果你去的是阿拉斯加、北欧、加拿大、新英格兰航线，那就不要只带夏装，要带外套、毛衣或者是防风衣。还可以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会下雨的话放一个轻便雨衣。岸上游的时候，如果下雨，雨衣比雨伞更方便，特别是拍照、排队、上下车的时候。这一包是药品，比如说一定要带的泰诺，然后还有创可贴，还有喉糖，还有怕吃坏肚子的正露丸。我经常会带着正露丸去旅游。然后是感冒药，晚上白天都有，一小包药品也是必备的。游轮上当然有医疗中心，但小感冒、头痛、肠胃不舒服、晕船、过敏、被邪魔教这些小问题，如果你自己有准备，会方便很多。如果你有处方药，最好放在随身包里，并尽量保留原包装和标签。一整包我的洗漱用品，这是一些充电器、化妆品、护肤品，包包、牙刷，还带了一些垃圾袋。OK， 我的箱子空了，可以合上了。洗漱用品可以，这是牙膏，是 upside down。一些洗漱用品就直接挂在这里。牙刷、牙膏。牙刷、牙膏是需要自己带的，但是洗头发和洗澡有提供2合1的，如果不喜欢也可以自己带。还有纸巾也有提供，所以不需要带了。上衣服我们都直接收回去洗，所以也不需要什么。那湿掉的泳衣就可以水冲一冲，直接挂在这个线上。这个东西也很推荐大家带，因为游轮的房间四面都是铁皮，所以这种磁铁的挂钩放着还挺好用的，可以挂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小挂包就可以挂上去。像我们2个人5天的行李，其实这个收纳空间是够的了。但是如果人多或者天数更长的话，需要更多的收纳空间，那挂钩和收纳袋就可以考虑上。水壶是一定要带的，特别是如果你没有带瓶装水的话，水壶可以到楼上接水，然后晚上拿下来喝。有了水壶，不管是房间内还是去岸上游前，都可以准备好饮用水。一般一些餐厅都有装水的地方，不过要注意使用公共饮水设备时，不要把自己的瓶口直接贴到出水口，保持卫生。
游轮房间里的插座通常不会像酒店那么多，有些老船房间插座非常有限，新船还好。手机、相机、手表、耳机、平板全部都要充电，所以你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比较普遍的是游轮上都有美标和欧标的插头，那我的设备都是美标的，所以我带了一个欧标转换成美标的插头，这样子如果不够的话就都可以用上。但是重点来了，我要和大家分享在游轮上不能带的3个东西，其中第一个就是插线板和延长线。不同游轮公司的规则还是有差异的，比如皇家加勒比明确禁带延长线插线板、多孔插座等不允许带上船，但嘉年华官方说明可以允许带不带浪涌保护的插线板、多孔适配器和延长线，在谨慎使用的情况下可以带上船。太复杂了，所以我都不带。如果一定要带的话，提醒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自己船公司的官方规则。还有一个我特意查了，就是卷发棒可以带，但是吹风机的话要看功率，不过船上有提供小功率的吹风机，所以我也没有带吹风机。第二个不能带的就是熨斗、蒸汽挂烫器这类的加热电器，很多游轮公司都会禁止这类用品，因为有火灾风险。我的办法就是尽量带不容易皱的衣服，然后一上船就给它挂好。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喷防皱喷雾。第3个就是无人机或者叫空拍机，基本上各大邮轮公司都是不让带的，特别是在船上靠岸的码头，还有专属私人岛屿，都是绝对禁止起飞的。我有一些空拍画面，但都不是坐邮轮的时候拍的。然后相机、三脚架之类的就随便想带都可以带。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望远镜，如果想要在海上看一些风景的话也可以带。有一次我在海上看到美国的航母，他们在执行任务。如果你是第一次坐邮轮，我建议你出发前1周就按照这个清单开始准备，不要等到前1晚才收拾哦。尤其是证件、药品、电源用品和岸上游装备，一定要提前确认。如果你已经坐过邮轮，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你觉得邮轮上最值得带的一件东西是什么。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收藏还有订阅。我们下支影片继续聊邮轮旅行攻略。祝大家都能有一个轻松顺利、拍照超美的邮轮假期。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